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世界最可怕的变化，不是战争多了，而是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像战争。没有宣战，没有边界，很多冲突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已经结束了。等到新闻播出来的时候，胜负早就写好，输的不是军队，是普通人的生活。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故事要从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开始，那不是记者会现场，也没有灯光，桌上只有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照片里不是人，是一堆被炸开的金属零件，散落在废墟与灰尘中。每一张照片的角落都被红笔圈起一个小细节，有的只是一个螺丝编号，有的是一段通信模组的型号。外人看不懂，但在场的人全都沉默了，因为他们看懂了，那不是战利品，那是来源证明。当一个国家在自家废墟里找到来自远方供应链的痕迹，那种感觉不像愤怒，更像被人摸进了家里。你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过去10年谈的合作、投资、建设，全都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一条条可以被反向利用的路径。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个月，很多原本对外关系极度谨慎的政治人物突然开始改变语气。他们不是突然变得强硬，而是终于理解了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真正危险的不是敌意，而是模糊。模糊意味着你不知道谁在什么地方掌握着你的命脉。回到几年前的一场空袭，那天深夜，城市的天空像被撕裂一样，警报声几乎没有停过。防空系统在雷达上同时锁定上百个目标，每一个都是正在高速逼近的飞行器。街上的灯全灭了，民众挤进地下避难空间，空气中全是手机荧幕的冷光。几分钟后，拦截系统启动，第一波成功，第二波成功，第三波成功。有人在防空洞里低声说了一句：“我们还活着。”第二天，世界看到的是一段段像烟火的影片，但真正懂门道的人都知道，那不是烟火，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科技网络在运作。从晶片的运算速度，到雷达的反应时间，到资料中心的稳定性，只要其中任何一环掉链子，昨晚的城市就会变成一张废墟地图。问题是，这些系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背后牵动的是横跨多个国家的产业链。于是，当一些决策者开始回溯这些链条时，他们发现自己曾经以为只是单纯商业往来的节点，竟然在战时成了最脆弱的破口。你以为港口只是装卸货物的地方，但在战略地图里，它是资料与能源的交汇点。你以为通讯设备只是民生基础设施，但在战时，它就是整个社会的神经系统。一旦这些环节被掌握在别人手里，所谓的主权其实就只剩下形式。有一位情报官员曾在私下说过一句话：现在的世界不再是用导弹划界线，而是用标准与规格划界线。谁制定规格，谁就定义现实。于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检视过去的决策，有的合约被搁置，有的投资被重谈，有的项目被悄悄抽换合作对象。对外界来说，这只是经济新闻的一行小字，但对内部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补工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这些改变不是同步发生的。有人已经觉醒，有人还在犹豫，有人甚至还在为短期利益辩护。结果就是，世界正在分裂成两种节奏，一种在为风险做准备，一种还活在旧秩序的幻觉里。如果你把最近3年的国际事件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次重大冲突爆发之前，都会先出现一波看似无关的经济动作，投资转向、技术封锁、标准调整、出口限制。等到真正的冲突登上头条，那些前置动作早就完成。而最残酷的地方是，普通人永远是最后知道的。你只会在生活突然变得不顺时，才隐约察觉哪里出了问题。货物变贵了，网路变慢了，某些你习惯依赖的服务突然消失了，你可能会怪通膨，怪市场，却不会想到这是某一条你从未注意过的链条已经被人悄悄抽走。所以当你看到一些国家的议会突然对原本避而不谈的议题达成罕见共识，那不是情绪，而是他们终于在同一张风险地图上看见了同一条红线。
他们不是在争论理念，而是在计算，如果今天不改，明天还来不来得及。当这些红线在内部地图上越画越多，一件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事情也开始被公开讨论，那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这个词听起来很官僚，但翻成白话就是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必须在几小时内进入全面危机状态，你的国家还能不能自己运作？有人在一次闭门会议中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明天早上你醒来发现无法更新系统，无法定位导航，无法完成金融清算，你的城市还能维持多久？1天、3天，还是1个星期？这不是假设题，这是所有决策者现在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大家相信市场会自动平衡，相信效率高于一切，结果是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一条巨大而脆弱的链条，任何一个零件断裂，整套系统就会一起停摆。这种结构在和平时期看起来无比完美，在高压时期却像是玻璃打造的宫殿。于是，一些国家开始走向一种看似矛盾的路线，一边谈开放，一边谈去风险。他们不再单纯追求最低成本，而是追求可控程度。不是每一条链都要自己做，但关键节点必须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思维的转变在很多地方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说这是倒退，有人说这是保守。但真正理解风险的人都明白，这不是选择，而是生存。这股变化也重新定义了所谓的盟友关系。以前盟友是签协议，是开峰会，是互访照片。现在盟友是资料中心，能不能互联，是技术规格能不能共用，是紧急时刻能不能共享库存。盟友的意义从政治词汇变成了工程问题。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合作不再高调宣示，而是安静地嵌入系统深处。不是发布联合声明，而是联合开发模组；不是开记者会，而是对接标准。外界看不到热闹，却正在无声中重组世界的底层结构。而这种底层重组对旧秩序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旧秩序的权利来自规模，来自数量，来自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可是在新结构里，决定胜负的不是谁东西多，而是谁东西精；不是谁造得多，而是谁算得快。有一位技术顾问曾形容，现在的竞争就像一场看不见的接力赛，每一段都很短，但任何一段掉棒，整场比赛就结束。于是国家之间的博弈慢慢从边境转移到规格，从领土转移到金源，从军演转移到产线。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原本被视为边缘角色的地区开始在国际简报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不是因为他们想当主角，而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个关键环节握着别人没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不需要高调，它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系统里。当这种认知扩散开来，很多决策者才终于理解，过去他们所忽略的不只是风险，而是机会。因为当世界在重新搭建规则，只要你站在关键节点上，你就不再是被动者，而是结构的一部分。可惜的是，这个转折点通常来得太晚，等到多数人意识到的时候，很多布局已经完成，很多路线已经定型。历史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很少给你第二次窗口期。你现在再回头看，会发现所有重大的变局最初都不是以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调整的形式出现。今天改一条标准，明天换一批供应商，后天调整一项法规。等到公众意识到时，世界已经不知不觉换了一套操作系统。如果你把这些变化当成背景噪音，那你会错过最关键的讯号。真正的讯号不是哪一场会议说了什么，而是哪一条生产线突然转向，哪一套技术开始被替换，哪一种规格悄悄成为主流。而这些讯号决定的不是1-2年的景气，而是一个世代的安全感。很多人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所谓的国际局势变动其实不是发生在远方，而是已经悄悄写进了每一个人的日常。你早上起床划不开地图，视讯会议突然断线，金融转账多了好几道验证。这些看起来只是系统更新，但在结构层面，它们代表的是整个世界正在重新分区。有一位工程师曾私下分享过一段经历，他负责维护一套大型资料中心，平常工作就是监控温度、电力与流量。
有一天，上层突然要求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测试，不是为了效能，而是为了极端状况。他们模拟的是全面断连，模拟的是关键节点同时失效，模拟的是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援的情况下，系统还能不能自我维持。那次测试的结果让所有人背脊发凉，因为原本被认为稳如泰山的架构，在几个小时内就出现连锁崩溃。这类演练后来在不同国家同时展开，而且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公开交流。原因很简单，这不是可以拿来炫耀的能力，而是最后防线。你越是低调，越是代表你真的担心哪一天会用上。也正是在这些低调的工程会议里，很多决策才真正成型，不是在议会殿堂，而是在服务器机房，在工厂洁净室，在能源调度中心。那些地方没有掌声，只有不断闪烁的状态灯，但它们决定了下一场危机来临时，一个城市还能不能亮着。你如果再把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这种结构转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所有人都在加速去中心化，不是分裂，而是分散风险。以前讲求集中效率，现在讲求备援韧性；以前追求最低成本，现在追求最低不可控性。而这股趋势对很多人来说是反直觉的。你会听到有人抱怨，为什么服务变慢了？为什么价格变高了？为什么流程变复杂了？可是在风险地图上，这些不变其实是在替未来的某一天买保险。你越是生活在高密度科技环境里，就越难想象完全失去它的样子。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在内部会上提出，如果发生全面冲击，我们的系统能撑多久？这样的问题才会让人瞬间清醒。一位老练的分析师曾说，现在的世界不是在准备战争，而是在准备失去控制。这句话听起来夸张，却精准描述了现况。大家不是预设对手会做什么，而是预设最糟的情况会同时发生。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原本不相关的领域被迫绑在一起讨论，能源与通讯一起谈，金融与资料中心一起谈，交通与卫星一起谈。每一个看似独立的系统，在风险模型里其实是一整块骨牌。当这种思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自然就会跟着改写，因为国家之间不再只比较军费与人口，而是比较谁的系统更有弹性，谁的节点更难被替代。这也让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产业参与者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站上了关键位置，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而是因为结构推着他们走。这个时代没有旁观者，每一个被纳入系统的人都是潜在的关键点。而普通人之所以会在某一天突然觉得世界不一样了，往往是因为这些结构层面的调整终于传导到生活表面。那可能是一条你熟悉的服务忽然消失，可能是一项你依赖的功能被改写，可能是一种你从未想过会短缺的资源开始被限制。你会觉得不安，却说不出原因，因为真正的原因不在新闻标题里，而在你看不到的协议附件里。当这些看不见的调整一层一层叠加，世界其实已经换了一套运行逻辑，只是大多数人还活在旧界面里，你还在用昨天的经验判断今天的风险。这正是很多国家在内部反复提醒自己的一件事。真正的断层从来不是某一场危机，而是你突然发现原本熟悉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一位参与过多国联合演练的顾问曾描述那种感觉，他说，当他们把不同国家的应急模型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时，最明显的差异不是武器数量，而是恢复速度。有的系统一旦被干扰，就需要数周才能重新连线，有的系统却可以在几小时内切换路径继续运作。那一刻，他们明白，未来的胜负不在于谁能打出第一拳，而在于谁能在混乱中最快站起来。这种认知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决策方式。你会发现，越来越多重要会议的主题不再是扩张，而是韧性。不是要如何占领更多资源，而是要如何在最坏情况下保住基本运作。听起来保守，却是一个高度竞争时代最激进的生存策略。而当韧性成为核心指标，原本被忽视的细节就开始被放大。资料储存的位置、备用电力的分布、跨区域调度的权限，甚至是人员培训的层级都被重新检视。每一个被强化的节点都是在替未来的不确定性筑起一道无形的墙。你可能会问，
这些高层的考量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答案很简单，它决定你在危机发生时是坐在黑暗中等待恢复，还是几乎感觉不到波动。它决定你的城市是瞬间陷入瘫痪，还是继续运作。它决定你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原来所谓的安全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很多历史书在回顾大变局时都会写得很清楚，仿佛一切早有征兆。可是在当下，人们往往忙着应付眼前的小问题，而忽略那些已经在底层累积的压力。等到变化真正显形，才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站在转折点上，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所以当你在看到国际舞台上那些看似突兀的动作时，不妨换一个角度理解，它们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多年积累后的自然反应。世界不是一夜之间变得陌生，而是我们太久没有认真审视它的结构。最后你要记住一件事，这个时代最昂贵的不是犯错，而是错过理解的机会。因为当规则已经改写，你还在旧系统里寻找答案，那你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便利，而是对未来的掌控权。当你关掉这段影片，走回自己的生活，也许一切看起来仍然如常，街道亮着灯，网路顺畅，世界似乎还在正常运转，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无数条线路正在被重新铺设，无数项协议正在被重新定义。世界不会等你准备好才前进，它只会在你回头的瞬间，让你发现一切早已不在原地。